问候所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家人们，主日平安。好，也问候我们所有线上的家人们，主日平安。好，特别的呢，今天也要问候所有通过YouTube 频道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家人们主日平安。我们再一次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相聚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祷告敬拜每一次呢，当我们来到神话语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神是丰富的呀，阿们。在1个月之前呢，通过一次分享用3个不同的实验呢，跟大家分享了神是我的什么这个主题，大家还有印象吗？还记得所以今天呢，我将继续通过3个不同的实验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主题，神是我的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太多了，阿们。神有太多的属性值得我们去了解，我们要值得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了解神是我们的什么，是不是？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从第1点开始和大家分享圣子是我的拯救。那依然呢，也是先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来观看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现象。现在呢，在我的面前有2个透明的水杯一模一样的，都是非常崭新的。所以大家能看到呢，干净无瑕整洁这里呢也有一杯清水，清的水呢很显然也是很干净透明干净无瑕的。所以我现在呢把这杯清水当中倒一部分倒到这个杯子里所以这个空的杯子里面呢就充满了这个干净的水。接下来呢，我要进行一个操作这个呢要用到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碘伏，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我们身上受了伤之后，用那个棉花蘸的那个碘伏去涂抹在伤口上，这个消毒的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杯子里面的清水如果我吸取几滴一滴一滴的滴进去，大家会发现只需要几滴的碘伏，是不是这一杯子里的水慢慢它就变浑浊变脏了，被污染了，是不是？而且这个颜色越来越深，是不是？所以呢，你看只需要几滴的这个碘伏这本来呢一杯澄清的水呢就变得非常的颜色很深了这个时候如果我告诉大家说这是个神奇的杯子，大家会不会相信？我说哎呦，这个杯子好神奇的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同样是杯子我只要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倒到这个杯子里，它1秒钟不到立即就会变澄清，大家信不信？信不信？同样的就是很正常的杯子透明的干净的新鲜的杯子我说这个杯子好神奇的它就能洁净这杯水1秒钟不到就能洁净我这样讲大家信不信？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信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我把这个我左手已经被污染了的这瓶水倒到右边这个杯子里，大家注意看发生了什么？1秒钟不到，是不是真的就果然变澄清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杯子它不仅很神奇它不仅能够1秒钟就洁净这个被污染了的水，而且你继续往里面滴加，它仍然不会变脏，大家信不信？那怎么可能？它不就是个杯子是吧？来，我们试一下这个时候呢，我继续吸点这个碘伏还是刚才一样的，我来继续往这个杯子里滴，大家注意看不论我往里面滴加多少，你发现是不是这个水它一直就是澄清的？你怎么滴加它都再也不会浑浊了，是不是就好像是刚刚我们从这个杯子里面倒出来的新鲜的干净透明的澄清的水一样？好，这个实验呢就为大家演示到这里，相信大家看完了之后也会很好奇说这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这个杯子这个水一倒进去之后1秒钟不到它就完全的变澄清了？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揭秘一下这个魔术的原理为什么它当然很神奇，但是神奇的背后它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其实呢，我通过这个实验一方面呢是希望跟大家介绍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很多规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个实验呢也和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圣子是我的拯救有关。其实呢，早在这个起初罪就对我们带来了影响，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了救赎。起初呢，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呢，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了伊甸园当中，
最开始呢，亚当和夏娃呀关系非常的密切啊，彼此是互相属于对方的，而且呢也坦诚的相待。夏娃呢更是被亚当称为说这个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个人恩爱甜蜜到这种程度，甚至呢神可以与他们面对面的谈话，并且呢还赋予了他们管制这个大地的这个责任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人们的生命呢就好像是这杯清水一样，没有罪的，很干净，很无瑕，对不对？就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这样的美好。可是呢，后来亚当和夏娃呢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神不允许他们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于是呢，圣经就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在良心的光照之下呢，他们就觉得自己的恶行呢一览无余。所以呢，在这个愧疚感当中呢，他们就选择呢躲避上帝的面。所以呢，是罪造成了人呢和神之间关系的隔绝。不仅如此呢，人还要接受死亡的审判。就好像保罗呢在罗马书当中说到的这样，我们一起来读5章12节，来1、2，请。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碘伏滴到这个杯子里面，是不是这个杯子的水就一点一点就变浑浊了？而且其实你看这么多的水，只需要几滴的碘伏，它把整个杯子里的水都污染掉了，是不是？所以神本来创造我们的生命是很庞大很美好的，可是因着一点一点一点的罪就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整个神创造的最初的美好呢全都给毁掉了。这杯水也再不是刚开始的时候那样的澄清和透明。所以魔鬼就把罪呢带到了世间来整个我们的人类，整个这个世界都被罪所污染吞噬和玷污了。我们也不再是神起初创造我们那个澄清的样子，也变得污秽不堪了。这个事情甚至还没有等过了多久，亚当和夏娃是不是生了2个孩子？一个叫这俩兄弟没活多久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杀人案，是不是？你发现罪的影响速度非常快哦，还没有过多少年，很快这个罪的影响就产生了，整个人类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呢，污染我们的罪就变得越来越多例如嫉妒、情欲说谎偷窃、贪心、恶毒、竞争、背后说人坏话、不怜悯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杯子当中被污染的这个水，就好像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光景一样变得呢非常的污秽。于是呢，很多人就想一个办法，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内心肮脏的污秽，所以就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想要用一些包装呢，把这个杯子给它包装起来。可是我们发现，不管你这个外包装弄得有多精美，杯子里面的水还是脏的。阿们。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很多人会想要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罪的问题，比如说什么行善积德、修养己身、修行，是吧？比如佛教啦、印度教啦等等等等很多其他宗教可是我们发现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不管怎么包装，里面的水仍然是脏的。这个水不会因为包装有多好看而变得干净。阿们。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圣子是我们的救赎，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人靠自己也没有办法拯救这个问题，一个人也没法帮助另外一个人解决这个问题。就好比说这个水被污染了之后，你往里面继续倒入清水，请问它会不会变澄清？不会的，它还是脏的。你倒多少水它依然是脏的只要这个水不倒在这个杯子里，它就不会变澄清。事实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是宗教，不管是人自己还是靠别人，都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问题。所以希伯来书、罗马书都说到了这个观点。希伯来书讲呢，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罗马书当中说什么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人死了，是不是一了百了？不是，圣经说的很清楚，人死了没完，还有事儿呢，死后且有什么
审判。按照审判的原则，谁能上天堂呢？神说义人能上天堂。可是罗马书上都说有没有义人？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人靠自己是不可能得到永生和救赎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呢就来到了人世间。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耶稣降世舍命了，恢复了这个救赎。很幸运的就是我们今天呢拥有了这个神奇的杯子。本来呢这个肮脏的水一倒在这个杯子里呢，它就变洁净了。借着这个杯子本来浑浊的污秽的这些水就恢复了起初它的样子。所以大家看完刚才这个实验，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问题它怎么就变干净的？所以现在就跟大家揭秘这个原理是什么因为呢我在这个杯子里面呢提前放了一个化学物质叫做硫代硫酸钠我用了一滴水把这个硫代硫酸钠这个固体呢溶解掉了。所以呢这个一滴水呢就在这个杯子的底部，所以大家不仔细看呢其实看不出来，它就是个正常的杯子。而硫代硫酸钠呢遇到这个碘伏当中的碘之后呢，就会迅速的发生化学反应，就会把有颜色的碘呢转化成无颜色的碘。所以呢这个杯子里的水呢一倒进来，它就1秒钟变成清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化学反应这就是这个所谓魔术的奥秘就是这个原理。但是我借着这个实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这个水它又一直放在这儿，它永远不倒在这个杯子里，你说它会不会自己主动变干净？放1个月会不会变干净？放1年会不会变干净？往里面加入盐、糖、酱油、醋，加啥它都不会变干净的，它就一直是这个状态。除非他愿意接受这个杯子的帮助，他愿意让自己呢进入到这个杯子里，只有这一个办法，他能够变干净。阿们。所以我想讲，就是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只有耶稣基督他用自己舍命流血完成了这件事情。他顺服天父的心意，被差派来到世间降世为人，而且还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我们本来该受的那些刑罚，而且呢死后3天复活，并且告诉我们，你们若信我，将来我们也能像他一样复活。所以如果我们像这杯水一样，也能够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我们也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呢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别法。圣经当中说得很清楚使徒行传、约翰福音都反复的在讲这个道理。使徒行传当中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当中被记载，他说到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圣经反反复复的在强调这个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再也没有第二个。所以呢通过这个实验，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杯子里的水只有这一个办法能够被洁净，再也没有第二种办法了。就好像我们的罪一样，只有耶稣基督这一种办法能解决罪的问题，靠自己靠任何其他力量都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的。另外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信了主罪得洁净，得了赦免，得了永生之后，我们会不会还会继续犯罪呀？我们信主可能是很多年前10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事儿我们信了主之后到今天为止，我们有没有继续犯罪？仍然会犯罪，但是区别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水是在这个杯子里，它就是普通的水，你发现一直往里面滴加这个碘伏，它是不是只会越来越脏？可是你发现这个杯子到了这个水到了这个杯子里之后，我是不是也在继续往里面加？可是你发现我不管怎么加，这个水依然是澄清透明的。所以得到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有了什么呢？胜过罪的能力。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跟我们讲？圣经当中说了很多很多类似的经文，比如说约翰一书的1章9节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即使我们会继续犯罪，但是我们跟世人的区别就是，虽然我们犯了罪，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的
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这个罪的问题会持续的被解决掉。阿们。这才是我们和世人最大的一个区别之一呀，大家认同吗？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杯子里的这个物体它永远不可能变成清，而且一旦有罪的影响，它会继续的陷在这个里面。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如今都被耶稣基督被神重生了。我们既然是从神生的，就如同约翰一书所说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效。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它不仅是一次有效，而且是什么有效？永远有效。自从我们接受了主的救恩以来，一直到我们重新见主那一面的那天为止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效果会一直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圣子是我的救赎。第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圣灵圣灵是我的中保。在分享之前呢，依然还是先跟大家演示一个有趣的实验在这里呢有一个空的塑料瓶这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一个塑料瓶。这里呢有一个乒乓球它又出现了如果我把这个乒乓球放在这个塑料瓶口上，当然没有任何胶水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放着，然后呢我把它倒过来，这个时候如果我松开左手大家说这个乒乓球会发生什么？这毫无疑问是吧？你一想知道它肯定是这个结果，对不对？好，现在呢我来做一个改变好，谢谢我来把这个杯子当中呢倒入一些水进去这就是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水当这个杯子里面倒入了一些水之后同样的我还是把这个乒乓球呢放在这个杯口处，那没有任何胶水把它放在这儿。这个时候呢我再把它倒立过来，倒立过来之后呢，我依然是用这个左手在拖着这个乒乓球。这个时候如果我再次把手松开大家猜这个乒乓球它会不会掉下来？会不会？它还有水了，水还很沉它水最起码还有一些重量，对不对？大家说我这个时候我把左手松开，这个乒乓球会不会掉下来？会不会？有时候会的有时候不会的是吧？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慢慢的把我的手松开，大家注意看我慢慢的把我的手松开你会发现这个乒乓球它是不是稳稳的被吸在了这个杯口处？而且你发现我即使晃动这个水杯，你发现这个乒乓球也是牢牢的被吸在这里，是不是？不管我怎么晃动，你发现你看这个乒乓球它还蛮稳的而且大家注意看为了证实它没有任何的胶水，我把它直接拔掉它就是正常的一个杯子和乒乓球。可是为什么呢？它为什么有了水之后，它怎么松手了之后它就不掉？而且这个水也有一定重量，照理来说它不会把它压下来吗？是不是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其实呢通过刚才这个实验我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呢，同样都是乒乓球，同样的水，同样的杯子为什么第二次没有掉？很显然这个区别一定跟水有关，对不对？没有水它就会掉，有了水反倒不掉这个区别就是表面张力因为水有表面张力，所以呢当这个乒乓球接触到这个水的时候，它这个表面张力呢会有一个向上的拉着乒乓球的力，这个力呢就会抵消掉呢乒乓球自身的这个重力所以呢乒乓球就不会掉下来了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水有表面张力的原因。通过这个实验我除了跟大家想分享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很神奇的科学原理，更重要的是呢，在这个背后我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属灵的内容为什么讲圣灵是我们的中保？其实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呢都像是这个乒乓球一样而神的生命呢就好像是这个瓶子一样。你发现如果没有水一样的圣灵作为中保，这个乒乓球即使接触了上帝，它的结果也是一旦受到环境就是这个结果，对不对？它没有办法牢牢的跟上帝产生连接。
稍微遇到一些动荡波折，哎，这个乒乓球就掉下去了。可是你发现呢，当有圣灵的介入，当圣灵的水进入到这个杯子里之后，再一次的这个乒乓球和上帝产生连接之后，这个连接就变得非常稳固。刚才我即使晃动这个瓶子，这个乒乓球它也没有掉下来，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圣灵是我们的中保？因为圣灵完成了我们神与人之间的连接，是圣灵的存在实现了人与神之间的连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跟很多我们的朋友啊、亲人啊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有好多人呢，往往很难接受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很难接受我是个罪人，是不是？他很难接受说撒谎就是犯罪啊，我恨人也是犯罪啊，我不孝顺父母也是犯罪。他很难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有打架，四没有劫色，我何罪之有？是不是？你凭什么说我是个罪人？所以呢，他们更不会相信一个别人口中说的名字叫耶稣的这个人。这个人跟我非亲非故，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他一眼，我为什么要相信他？我为什么要相信他能让我得永生啊？我为什么要让他做我的主？我的嘴说什么话凭什么还要考虑他的感受啊？我的手做什么事情怎么还得要经过他的同意啊？我这个心思意念想什么想法还非得想想符不符合他的心意啊？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受辖制，所以也不愿意信这个基督。可是你发现当有圣灵存在了之后，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当圣灵在人们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就不这样想了。阿们。就像圣经里说的哥林多前书12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情。所以我告诉你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圣经在这段经文里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人他的口承认耶稣是主，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被圣灵。所以如果不是圣灵感动这个人，人其实真的是很难承认。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从不信转变到信的状态。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当年信主的时候，是不是经过理性也有很多挣扎？一定是有人给我们传了福音，我们才信主了吧？当我们听到这个人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观点能接受，但是有些观点就是接受不了。很难的一点就是很难承认我们自己有罪，是不是？有罪我还能站在这儿，我还能坐在这儿，是不是？所以很显然若不是借着圣灵的感动，人从自己的理性来考虑是很难接受这位神的。唯有他自己亲自被圣灵触摸了之后他才能真的意识到这位神是多么奇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任牧师要决定在今年花大量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圣灵的知识。我也相信呢，大家通过了这么多讲也一定是更全面的、更丰富了认识到了这位圣灵是怎样的一位神呢？阿们。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圣灵很奇妙，又很温柔，有的时候呢又很有智慧，是圣灵呢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我自己也好，我身边的人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有非常多这样的见证。我就拿我自己爸爸举例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就是什么事情呢他都希望知道一个原因和结果。所以刚开始呢，我妈妈信了主之后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跟我讲，你不要给我讲这些，我就信我自己，人定胜天。他很难相信这个眼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呢，虽然我跟我妈为他祷告了很久这个我妈妈也给他传了很多福音，但是他就是很难凭理性来相信。直到最后他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情他不得不去住院，而且一住就住了好久。所以在住院的期间神就感动了他真的就是在住院的期间，神借着圣灵来感动他。他当时感染了一个病毒就得了这个脑膜炎，所以呢这个脑积液发炎之后呢，就牵连到这个脊髓，就是我们的脑脊液和这个脊髓液是连着的。所以当时呢这个大夫呢几乎每隔1天呢都要对他进行一次这个脊髓穿刺然后取出来一些脊髓液呢去检测，就是有一个指标，他要测什么时候这个指标恢复到正常水平了，那才说明你这个人恢复健康。那他一直是偏高的，他刚进医院的时候他的这个指标是正常人的300多倍。
就是当时大夫就是说你再晚送来2个小时，他说这人你就不用送来了。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我爸就是在这种情况被送到了医院，然后赶紧就安排了手术哈。手术出来之后，就是我说的，隔1天扎一次，抽一点脊髓液测一下哈，隔1天抽一次。按照当时大夫的说法，就是如果严重到超标300多倍这个水平，至少要1个半月到2个月，他才能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这个人才能够出院。可是呢，当时呢，我妈妈就为我爸爸祷告啊，她也呼吁这个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啊。结果不到半个月，10天左右，大夫就再一次去这个脊髓穿刺抽出来一测，就发现恢复到正常值了就1个多星期多几天就连半个月都没到。所以这个大夫以为这个仪器出错了，他就是无论如何他都不能相信这个事情，因为怎么的也得1个半月到2个月嘛，所以他就让这个护士说你再扎一次。但我爸正好这个麻醉还没醒，这就又扎一次，扎一次，第2次一测同样的结果，就说明这个数据没有测错，就是这个数据它就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值。所以大夫也不敢相信，但是数据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他就找来我妈说，那你就收拾收拾吧，说你们家老李可以出院了。所以呢我妈就这个打包就出院。这个事情呢我爸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的，他就是只知道自己这个生病了住院了做手术了然后康复了出院了。后来呢我妈就把这个细节跟他讲，他说老李啊，你知道吗，你本来要住1个半月到2个月的，他说你不到半个月你这个7、8天9、10天你就出院了。他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为了省钱？他不是，你看这个报告在这儿呢，你看这个数据真的变到正常值了后来我爸才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自己也很疑惑呀，说正常情况都要1个半月到2个月，那怎么我就这么特殊，我怎么就这么快呢？所以后来我妈就跟他讲，你知道为啥吗？我妈就跟他讲，是神医治了你。直到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他才被圣灵触摸到，他才意识到，哇，原来真的有这样一位神。所以在那之后再也不需要我妈苦口婆心跟他传福音了，他自己主动跟我妈讲，哎，老婆，这个礼拜天我跟你去聚会你发现没有，他自己主动就转变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就是当他自己真的被圣灵触摸的那一刻，他自己主动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借着这个见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要灰心不管你现在或即将要跟谁传福音放在祷告里，我们人呢做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尽量的把福音传给他，但是我们也借着祷告把他交在圣灵的手中，请圣灵来感动他的心呢。阿们。因为唯有圣灵感动的这个人才能说耶稣是主。所以呢圣灵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实现了人与神之间的连接。第二，圣灵的工作还远不于此，他除了建立了这个连接，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维系着这个连接，这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呢，刚才在实验当中，当有了这个水之后不管这个瓶子怎么晃这个乒乓球都不会掉。这个晃动相当于什么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不是就平步青云？我们信了主是不是一辈子不生病？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不是就永远不会咳嗽发烧？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不是就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没有。你发现圣经从来没有应许过一个人信了主花香长漫四季如春。信了主生命依然会遇到很多患难，大家觉得阿们吗？阿们吧。但是虽然遇到患难，可是区别是什么？信不信主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当没有水的时候稍稍一晃，是不是这个乒乓球就掉了？可是有了水之后，你发现怎么晃是不是这个乒乓球都不会掉区别在于水的存在，是水紧紧地连接了这个乒乓球和杯子。阿们。所以圣灵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维系着这份连接，它不是一时的。除了我们在信主得救的那一刻之外，直到今天圣灵持续的内住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是不是圣灵都与我们同在？阿们。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圣灵都没睡觉阿们。是不是还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经当中有非常多这样的经文不管是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都在讲这些事情。在讲什么呢？圣灵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能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能让我们明白真理，能够带领更多人进入教会，能够在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替我们祷告，还能够使我们有盼望。
这都是圣灵正在为我们做的事。阿们。圣灵曾经为我们做过这些，正在为我们做这些，而且以后还会继续为我们做这些事。阿们。所以圣灵持续的在维系着我们跟神这个紧紧的连接啊，它不是就做一时啊。所以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心中能够得到凭据的印证。圣灵能为我们做的事其实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有能力能为我们做到这些，也愿意为我们这些。所以呢，不管今后大家的生命中遇到怎样的患难，不管遇到怎样的攻击不管遇到怎样的逼迫，我盼望大家我们都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重新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一直紧紧的和神连接在一起是圣灵使得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持续的被维系住。就如保罗呢在罗马书5章5节当中所说到的那样，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再一次的盼望大家我们能够好好的和圣灵保持关系。有人说，那我怎么样能跟圣灵保持很好的关系呢？这个主题之前我们的主任牧师也跟大家分享过，是不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是不是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写到这个聆听神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感受到神对我们说话？等等等等不管我们祷告、读经、敬拜、赞美，来参加聚会，这都是非常好的和圣灵建立关系的方式方法。所以盼望大家呢要多多的操练这些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自己呢时时的亲密的和圣灵和神呢保持这个紧密连接的工作。千万呢不要像这个乒乓球一样脱离了这个水之后，它的结果只有这个，只可能是这样。你从来没见过这个谁松开手之后，这个乒乓球啪飘到这个天上去，是不是？好你看圣灵就把乒乓球吹到了这个会中。好，感谢主这是第2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3，除了讲到圣子和圣灵之外圣父也是我们的保护。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神奇的实验这里呢有2个纸杯刚才是这个塑料的，现在是这个纸杯，这是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我们平时喝水用的纸杯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蜡烛我现在呢用这个打火机把这个蜡烛点着它很安全大家不用担心好，这个蜡烛呢现在已经燃烧起来了然后呢，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说我现在把这个纸杯放在这个火上烤，这个纸杯会发生什么现象？会不会着？人说那你试试就知道了。来，你看当用火正常的来烧这个纸杯的时候，不出意外它一定会燃烧起来的但是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实验是如果把这个杯子里面倒入水之后再放在火上烧，大家觉得这个杯子会不会着起来？正常情况下它烧一定会这个烧坏的如果同样是这个纸杯我把这个纸杯里面倒入一些水进去如果我倒入一些水进去之后再把这个纸杯放在火上烧，大家觉得这个火能不能把这个纸杯烧破？能不能？纸它是纸把它再次放到火上，我们来看看把它再次放在这个火上来烧也是刚才的这个距离，也是刚才同样的一个蜡烛，同样的火苗同样的这个距离，就放在这个上面一直的来烧它你会发现即使过了很久这个杯子的底下它也没有像这个杯子一样产生这个灰色的这个痕迹它也没有被烧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漏洞。所以同样是2个杯子区别呢就是一个杯子里没有水，一个杯子里呢有水。同样是纸做的杯子它放了水之后放在火上烧的时候，居然这个纸不会着起来为什么呢？它是纸它为什么放在火上它不会燃烧起来呢？是不是大家很好奇这个原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同样是纸做的杯子为什么有水跟没水有这么大的区别？就是因为当它没有水的时候，火直接烧在了这个纸上，所以这个纸的温度是不是就越来越高？达到它的燃点的时候，它就燃烧起来了，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为什么有了水之后它就不着了呢？因为有了水之后呢，虽然这个火苗在烧着这个纸，但是因为水跟这个纸是直接接触的，所以火苗的这些热量呢就都被水吸收了。所以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水啊越来越热。但是正因为这个热量被水吸收走了，所以纸的温度呢就没有升高太多，它达不到它的燃烧的温度，所以这个纸呢自然就不会烧起来哈。所以你发现很多这个孩子们上这个兴趣班，有人教这个野外求生技能，就你哪怕有张纸，你都可以给自己做个锅，里面这个放上水来煮些东西吃，它不会烧着的啊，因为这些热量都被里面的水给吸收了。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同样是这个纸的杯子，着不着、燃不燃烧、会不会被这个火烧毁的区别，是在于这个杯子里有没有水。没有水就是被烧着了的结果，有了水就不会被烧着啊。所以呢，是因为水的存在哈，使得这个杯子被保护了。阿们。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纸杯呢，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的生命一样，这个火苗呢，就好像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攻击、危险、逼迫、伤害，而杯子里的水呢，就好像是我们的天赋。当这个杯子里有了水的时候，虽然这个杯子仍然被放在火上烧，可是你发现怎么烧它都不会着的。从外表上看，你看这两个杯子是不是一模一样？我们作为有信仰的基督徒和世人，你乍看起来是不是没区别？你没发现哪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长了第三只眼睛出来？你没见过哪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长6个手指头？你也没见过哪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一天有30个小时，是不是？外表上看大家都一样，有没有信仰都一样，从外表上看是这样，可是区别是什么？是当有火的存在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杯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没有信仰的和有信仰的区别是他自己有没有被火伤害的。阿们。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中有了天父的保护之后，我们的生命啊是能够被神所保护的。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怎样的攻击逼迫，甚至是患难，不管魔鬼怎么伤害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在神的那里得到保护。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圣父是我的保护。提到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2个我之前所经历的故事让我特别感动的前段时间呢，我读了一本书这个书当中呢就讲到有一个姊妹呢，她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她是干嘛的呢？拜巫术。大家知道巫术吗？就是画一个小人拿针扎他那种的，类似但是它是国外的，国外也有好多巫术，用各种方式来这个对人施行咒诅对人实行这个巫术的后来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故，然后呢，有人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了主。信了主之后来到教会呢，他跟大家关系慢慢熟了之后就有人非常好奇这个问题，就说你之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行巫术的时候，有没有人请你对基督徒行过这个巫术，或者行过这个咒诅？就他们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个巫术，学习这个咒诅呢？是因为这个东西能挣钱。确实有些人就是花钱去找这些所谓的灵婆什么灵媒就让他们去咒诅某些人，甚至可能是自己的比如说商业竞争对手自己的情敌等等等等。大家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属灵界的邪恶势力，他们真的是有能力的，有些人他真的就会被咒诅的。所以呢，他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就很好奇，就是说你当时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行巫术的时候，有没有人花钱请过你咒诅基督徒有没有人干过这种事儿？你猜他的回答是啥？真有的，真有人就是曾经花钱找过他们，他是一个团体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就真的有人花钱去请他们，然后他们后来就了解到，就是说被咒诅的这个对象呢是个基督徒。然后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再也不会对基督徒实行咒诅和做巫术了。所以教会的人就很好奇，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了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啊，就说我们后来发现，他说当我对一个基督徒实行巫术或者对他咒诅的时候，这些巫术跟咒诅不但不会发生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反倒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比如说他咒诅这个人未来连续1个礼拜天天失眠，结果发现那个人睡得好好的，他自己失眠1个礼拜。他咒诅这个基督徒，比如说他这个感冒啊生重病，结果呢人家非常健康，他自己感冒生了一场大病。他就发现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的话，往往这个咒诅都会发生。可是如果被咒诅的人是个真的基督徒的时候，这些咒诅不但不会发生在被咒诅的人身上，反倒会反噬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接这样的活了，他再也不敢去咒诅基督徒和对基督徒行巫术。所以我们发现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其实神都在默默地保护着我们。阿们。第二个故事我想分享的呢是我自己我们都知道从2019年年底一直到这个2022年的年底，这3年的新冠疫情我相信一定会留在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的生命记忆里这个事情的影响太大了我回顾这3年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要分享的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3年的疫情期间不管是我初期被留在老家，还是后期我回来到了昆山，还是再后来又到了上海，还是再后来又去了无锡，还是再后来又回到昆山，就是这3年当中我去过了好几个城市，在每个城市呢都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不管这3年我去到哪个城市，不管我住在哪个小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当时所住的小区因为发现有人阳了而被封的。这3年来我去了很多个城市，在这些城市住了很多的小区，不管在哪个时候，不管我在哪个城市，不管我在哪个小区，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住在这个小区的时候，住着住着突然间来消息了，某某某栋楼有人阳了临时封控呱呱呱，小区门都封起来。没有。有的是我离开了这个小区之后，比如说1个礼拜半个月，然后我得知说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几号几号楼怎么样，那个小区这样情况有。可是我住在这个小区的时候一次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3年一次都没有。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既没有偶然这2个字，也没有意外这2个字。我相信这一切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阿们。是神在默默地保护着我，大家认同吗？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神在保护我。甚至最严重的时候，我住的小区隔1个马路对面那个小区突然间阳了，连夜一大堆车过来，拉着铁皮呱呱呱呱把小区所有的大小门全封起来了，就隔1个马路对面。但即使是这样，我住的那个小区都没有出事。从开始被封一直到解除，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小区也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我相信就像圣经里讲的，耶和华会拖住我们的脚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阿们。你出你入耶和华你的神必永远与你同在这都是圣经里真真实实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这2个故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管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时候，神都在保护着我们。不管是这些有形的无形的伤害也好，神都在保护着我们，就好像是诗篇121篇当中说到的那样。所以最后我希望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诵读诗篇121篇。1、2，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在短短的8节经文当中啊，保护一词啊就出现了多达6次，而且这还只是圣经当中的冰山一角。圣经当中有关神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盾牌、山寨、避难所等等这个主题的经文，至少有100多条。时间关系，只是列出来了其中的一部分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121篇的第6节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呢月亮必不害你。”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白日太阳并不伤你，是大家好理解。有的时候你发现，尤其现在夏天，因为穿着短袖出门一天，你没涂防晒，是不是被晒的这个皮肤火燎燎的疼？晚上洗澡的时候，这个水一碰着都疼，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人们很好理解，说太阳有可能会伤人，是吧？那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月亮怎么会害我们？大家读这节经文读到第6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叫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呢？月亮怎么会害到我们？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呢，圣经的诗篇在这里提到的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描述，它也是一个比喻。不管是白天日光之下看得见的这些伤害，还是夜晚隐藏在黑暗中的那些无形的伤害，都无法伤害我们。阿们。所以神借着诗篇的这个作者用非常优美的这样的一个文学修辞的手法来说白日太阳必不害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不管是这些有形的无形的，我们看到的看不到的，都不会伤害到我们。阿们。最近新闻又出了说新冠什么最新的这个变种变毒株又出现了怎么地的。大家看到这些新闻之后心里怎么想？哎呀，会不会又有传染到我？所以通过今天的分享，我希望跟大家说的就是白天太阳必不害我们，阿们。夜间月亮也不会害我们，阿们。不管是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伤害，神都会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盼望家人们我们去读经吧。当你读了这些经文之后，你会更明白神的心意他想保护我们，他也愿意保护我们，他也有能力保护我们我也盼望大家我们去祷告吧。当你静下心来祷告的时候，你会更多的感受到神对你的保护，进而重新得力，恢复勇气，不再害怕现在的危险。也盼望我们的家人去敬拜赞美神吧。当你敬拜和赞美神的时候，信心会再次的得到增强，更加相信神是我们的保护，不再会恐惧将来的患难。也盼望大家来聚会吧。当你浸泡在神的同在的氛围的时候，它将能够更好的成为你身体和灵魂的盾牌，全方位的保护你的灵魂体。所以最后我通过今天这3个实验，希望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圣子是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亲自通过舍命流血，使我们从最终被救赎出来，可以拥有永生的生命。圣灵是我们的中保，是圣灵把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不仅让我们跟神产生了紧密的连接，而且一直牢牢的帮着我们在维系着这份紧密的连接。圣父是我们的保护，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危险，现在的将来的患难，当我们不管知道不知道的时候，神都在保护着我们。所以盼望每一位利未教会的家人们都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不管魔鬼怎么样的诱惑我们都要靠着耶稣胜过罪对我们的影响、辖制和束缚，牢牢的守住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恩典。不论遇到怎样的环境，都能紧紧的依靠圣灵，紧密的保持和天父的连接。不论遇到怎样的危险患难，都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更不要忘记神永远都是我们的保护，他随时都在那里，只要我们去寻找他，就可以在他那里得到最稳妥的庇护。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祷告。各位家人，我邀请大家，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敞开我们的心，祈求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安静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献上感恩的祷告。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拯救了我们，
谢谢神呢赐下圣灵作为中保，成为了我们的帮助。也感谢天父成为我们的保护，一直在默默地保守着我们。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道成肉身来到了世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谢谢你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使得本来有罪的我们也能够得到赦免，得到救赎，得到拯救，也能够得享永生的福分，将来可以回到天堂，和你一起赴那羔羊的宴席。亲爱的圣灵，我们要来感谢你，谢谢你成为了我们的中保，把我们和神紧密地连接到了一起。谢谢你，即使我们生命中遇到各样的患难、危险、逼迫的时候，你都在帮着我们不脱离神的眼光，都使我们行走在神的义路上。父啊，我们的父啊，我们要来感谢你，谢谢你成为了我们的保护，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不管有形无形的，不管现在未来的这些伤害，你都在保护着我们。主啊，我要向你来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你的儿女，和你有关系，能够与永生有份。在这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城市立位教会的家人们，祝福大家都能够更多的感受到神与我们的同在，圣父对我们的保护，圣灵是我们的中保，圣子成为我们的救赎。亲爱的父，我也要向你来呼求你来祝福城市立位教会的每一位家人们。那些曾经被蚂蚱吞吃的产业要重新归给我们，那些被蚂蚱吞吃了的庄稼要重新的回到仓库里，那些被蝗虫吞吃的、被男子吞吃的要重新归给我们。我们要向你来呼求，圣灵是我们的中保，他永远都能够替我们征战得胜。圣父永远是我们的保护，我们这一生一世必能够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每一位主你宝贝的儿女们都能够在你的保护下和主你同心同行，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能够经历到主你对我们时时刻刻的庇护。谢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爱我们的圣灵，谢谢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谢谢你听我们今天一切的祷告、敬拜、赞美，所有的感恩祈求、仰望交托，都是我们众位弟兄姊妹们同心合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感谢主。